发财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但是钱财长了眼睛，总是青睐某一部分人，并不会有平均主义，让所有的人都一样富有。周易里写道：小处，哼，密云不语，自我西郊。当一个人小有积蓄的时候，就是亨通的征兆，可以进一步发展，关键看你是否抓得住。通常来说，以下几种人容易闷声发大财，善于借势而为。一、钱品和人品同步提升的人，德才相配。古人说，德不配财，一生白忙。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是花钱买不来的，反而钱财可以让一个人的道德变坏。常言道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这就是出卖道德获取金钱的事实。现实告诉我们，这样的赚钱方式并不可取，注定无法长久。听过一个民间故事，明朝时江浙一带有一个商人叫王一毛，他为人小气，但是人很聪明。有一年江浙一带发大水，百姓颗粒无收，王一毛靠预先囤积的大米坐地涨价，狠狠地赚了一笔。时隔几年，江浙再一次发大水，王一毛之前尝到甜头了，于是想办法囤积了更多的米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这一次百姓不要买米了，因为朝廷前来救济，免费发放大米。江南因雨天比较多，王一毛囤积的米都发霉了，损失巨大，并且他的恶行也得到了官府的惩罚。无独有偶，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通过学习鸡叫，让劳工们没日没夜干活，得到更多财富。后来被劳工们揪出来，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正所谓人品不过关，一切都瞎忙。自古以来，道德素质决定了赚钱的多少，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留得住财富。很多天降横财的家庭，因为没有钱财使用的规划，养出了败家子，迅速变穷。一个人想要发财，先要积德。当周围的人都认可你的时候，就形成了聚集效应，钱财自然会流向你的钱包，这是得道者多助的道理。二、能够亡羊补牢的人，知耻而后勇。再说一说明朝的王一毛，他被官府惩罚后，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。有一天，他又累又饿，倒在了地上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下有一个金碗，隐隐约约他听到一句话：你好自为之吧。王一毛有经济头脑，把金碗卖了，然后拿着钱再一次做起了大米生意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他一边赚钱一边做善事，每赚10块钱就拿出9块钱给穷人。从此他变成了大善人，赞誉无数。做人想要善始善终，就要时刻警示自己，不断纠正自己的方向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犯错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错到底，死不悔改。一个人的发财的过程中，难免走弯路，想要获取暴利，唯利是图是人的本性，乐善好施是真正的致富经验，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，才能走对路，不偏航。一个从歪路上回到正道的人是没有灾祸的。正如周易所言，夫自道，何其咎，吉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3. 艺多不压身的人，财路通畅。我的老家有一句俗话，东门不开西门开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只要多学一些本事，哪怕东边的路堵死了，他还可以走西边的路，从来不会走投无路。我们村里有一个周木匠，每天走村串户，帮人做门窗。闲来无事，他喜欢拉二胡。有人笑话他，一个木匠搞那么花俏的事情，何必？周木匠笑而不答。这些年，木匠的工作不再吃香了。周木匠和儿女进城居住，他在小区里拉起了一个音乐队，常常去参加演出，虽然收入不高，但也乐在其中。虽然每个人都不能真正做到全能型人才，但是多学一点知识肯定没有错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
多才多艺的人备受青睐，不怕找不到工作，也不怕自己不发光。就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，如果自己有跳舞之类的技艺，也能在厂里的晚会上一展身手，被老板赏识。发财不是空穴来风的，肯定离不开能力。就是天上掉馅饼，也要有能力把馅饼做得更大，否则就是坐吃山空。4. 善于等待的人借机发财。老人们常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任何事情都有因果联系，你坚持努力，但是毫无起色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时机不够成熟，或者是德行还不够好。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，写了5、6年都没有赚到钱，可是今年他和某平台签约了，把所有的小说都发在平台上，一下子就得了好几万。能够一跃而起的人，并不是突然就走大运了，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果。也许你苦苦支撑10年也没有效果，但是10年以后，随着时局的变化，你转型发展的机遇就来了。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？不过意外很有可能是意外的惊喜。要明白，在惊喜来临之前，你就是一个闷声的人。5. 做事非常低调的人，不招惹是非。唐朝时期，叛臣史思明有1000多匹好马，为了显摆自己的实力，他每天都把马赶到黄河南岸去喝水、洗澡。大将李光弼带着军士在黄河北面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暗中安排，把所有的母马都挑出来，等史思明给马洗澡的时候，把母马全部放在岸边。很快，史思明的好马都喜欢上了对岸的母马，游水过河，一去不复返。一个人越是显摆自己的财富，越会出现亏损。高手都是财不露白的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哪怕你是当地的恶霸，大家都怕你，最终也难逃法网。别急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你不是天下第一厉害的人，唯有低调，才能远离祸害，保住财富。6. 自律，严格律己，十分努力。人在路上，在逆境，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遭遇失败时，一个人对自我的放弃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。人和人之间的才情和智商不会有很大的差距，真正天赋异禀的人毕竟是少数，而成功的人并不是那些天才与神童，而是那些自律性更强的人。一个人开始闷声发大财的行为，其实就是自律。当一个人懂得自律，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，专心在一个领域深耕钻研，不浪费一丁点时间，花毕生精力去成就自身更大的价值，那么他就容易走向成功。更努力的人才会有比别人更不一样的命运。自律的人能不断突破自己，不断地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奋斗，一刻都不懈怠。越努力的人越幸运。努力、严格自律的人会让自己不断得到自我提升，不断突破自己和困局。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财富便会不请自来。爱赚钱，拼命工作，闷声发大财的人喜欢赚钱，对工作仿佛上瘾，十分沉迷于工作。生活家中的邱东娜，大学毕业之后就想要通过自身实力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，想赚更多的钱，过更好的生活。他热爱工作，不怕困难重重的挑战，愿意用更多的付出和心血去尝试更多的方法，让自身的能力得到更大的提升。他经常加班，不断转动脑筋，为完成任务做出一次又一次努力。他不怕受打击，也不怕失败，沉迷于工作中，最后脱颖而出，得到同行业界的认可，也顺利地实现了财务自由。人想要发大财，想要有更好的生活，就要找对路径，并且付出常人所承受不了的代价。很多工作就是这样，遵守着28定律。8%的人吃不了的苦，觉得赚钱太难了，不知道努力之后会不会收获到好的结果，踌躇不前，原地踏步，最终他们一定会无法成为真正富有的人。而剩下的2%的人，无论逆境还是困局，他们都能咬牙坚持，
愿意为了工作奉献时间和热情，愿意不断突破自己，最终未来会慢慢给予他回馈。8. 爱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学习会使得一个人不断进步，不断实现自我超越。李嘉诚说，30岁以前要靠体力赚钱，30岁以后要靠钱赚钱。人的年纪越来越大，精力会逐渐下降，便要明白，在这世间不能只靠劳动力去获取微薄的报酬，而是要靠智慧。那些闷声发大财的人，在默默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当一个人懂得越多，身上的技能越多，不断的进步，就能跟上时代的发展，渐渐发展成更大的格局，拓宽自己的眼界。闷声发大财的人，往往知道流行的趋势，时局的变迁，懂得如何抓住时机，赚取更多的利益。学习是别人抢不走的财富，很多人都是在学习到新本领之后，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。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的学习，就会懂得更多赚钱的技巧和方法。真正聪明的人，懂得寻找更多赚钱的思路，用脑子赚钱，懂得学习更多赚钱的方法，让自己越来越有价值，让自己不断积累财富。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比他聪明，聪明是一笔财富，关键在于怎么使用。真正聪明的人会使用自己的聪明，那主要是深藏不露，不到火候不要轻易使用，一定要貌似浑厚，让人家不眼红。苏轼曾赋诗云：人人养子盼聪明，我辈聪明误一生。但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话虽有些戏谑，却是由衷的人生感悟，其间包含的是一种大智慧。所以古人说，巧诈莫若抽成，小聪明里常常埋藏大祸患，不如做老实人，干老实事。有时看似走得慢些，但却能走得长远。爱耍小聪明的人，他们自以为掌握了一点本事，就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想露两手，总想表现自己，对一切都满不在乎，头脑膨胀，忘乎所以。这恰恰是招灾引祸的根源。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，是做学问还是治家务医，都要杜绝这一点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，有一位名叫高尔顿的将军，很有军事才干，可是他毫无城府，爱放大炮，不但使上司颇为难堪，自己也失去了不少人缘，被同事们称为军队内部的战争贩子。有一年，高尔顿到斯科菲尔德军营观看演习，他对这次演习非常不满，就直接向指挥官递交了份措辞激烈的意见书。他的这种做法是纪律所不允许的，因为他只是一名少将，无权指责一名中将指挥官。这样一来，他便招致了上司怨恨，并与之结了梁子。这一次高尔顿并未吸取教训，第二年在观看了一场战术演习后，他又一次递交意见书，指责指挥官和其他人员训练无素，准备不足，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。虽然这次他很明智地请副官代替自己签了名，但其他军官心里很清楚，知道这又是他搞的鬼，所以联合起来一起声讨他。众怒难犯，司令官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这位爱放大炮的高尔顿从少将的位置上撤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本来很有前途的一位军事才俊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。待人处事，切记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一无所知的。其实我们周围的人和你一样，都各有主张。多数人都不喜欢采纳别人，尤其是下属的王章，因为这往往会被认为有失身份，有损体面。如果我们把同事都看成是庸才，只有自己有真知灼见，于是在一个团体内多发主张，结果被采纳的百分比恐怕是最低的，而且很可能是最先被淘汰出局的人。人人都有攀比心理，关键是不要凸显自己高人一等的聪明，只有把光彩让给别人，才能换来别人对你的认同、支持和帮助。一舍一得，选择并不难。比如你的同事帮助你出点子、现策略，你如果不能立刻表示赞成，起码也要表示可以考虑考虑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提出反驳意见。庄子杂篇中有一则寓言，吴王乘船渡过长江，登上一座猴山。猴子们看见国王率领大队人马上山来了，都惊叫着逃进丛林，躲藏在树丛茂密的地方。有一只猴子却从容自得，
抓耳挠腮，在吴王面前窜上跳下，故意卖弄技巧。吴王很讨厌这只猴子的轻浮，便张弓搭箭向他射去。这只猴子存心要显露本事，因此当吴王的箭射来时，他就敏捷地跃起身，把抓住飞箭。吴王转过身去，示意随从们一齐放箭，箭如雨下，不可躲闪。那猴子终于被乱箭射死。看来过分发挥自己的聪明，必将招致祸患。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，但总有一些人把这份聪明不恰当地用在不该用的地方，求得眼前的实的利益，结果往往失收小利而获大惠，所谓得不偿失。自古以来，凡是成功者很少有因外界的事物而一喜一忧的。当然，人有时会高兴，有时候不免忧愁，但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，因为将一切都表现在表面上，更会促使情绪强烈化。如把怨恨表现在脸上，恨也会加倍。因此，特别是在待人处事时，更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。同理，聪明的人不过分表现自己的精明，才是明智之举。很喜欢一句话，要比他们聪明，但不要让他们知道。当你拥有一个发财梦的时候，不要告诉别人，而是付诸行动，反复探索。失败了也没有关系，大不了从头来过。如果你要做的事情被人知道了，那么别人就会捷足先登，和你竞争。也有一些人暗中捣鬼，见不得你好。电影《东邪西毒》里有一句台词，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，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。发财不仅仅靠机遇和能力，还要瞒过别人的眼睛，抱着金砖偷着乐。一个人在闷声发大财的特征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当一个人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，努力让自己身上有更多的好习惯，不好吃懒做，不贪图享受，才能成为一个正直、品质好的人。真正能走向成功的人，不会因为失败而轻易放弃，而是懂得不断提升自我的能力。一次不行，会积累经验，总结失误的地方，然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卷土重来。只有不断超越自我，才会不断创造奇迹。当一个人对工作有极大的热情，愿意在自己选择的行业中刻苦钻研，便会积攒出更多的经验，成为佼佼者。当一个人肯努力学习，把能力转化为价值，那么财富也会越积累越多，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钱人。接下来我会分享闷声发大财的15条规则。1. 不玩空手道，自己学技术，自己接单，自己做服务。2. 有实体优势就做实体，没实体优势就做虚拟，不懂得碰都不要碰。3. 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放在如何赚钱上，除了研究赚钱，其他研究什么都是错的。4. 钱能解决 99% 的问题，其余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没钱也解决不了，所以努力赚钱吧。5. 没事就看心理学书籍、哲学书籍、历史书籍和财经类的书。6. 时刻牢记万人如海一身藏。7. 学会向上社交，尽可能地跟上层的高人、大佬接触，就算他们不帮你，但在接触过程中受到的启发，也会让你受益匪浅。8. 敢于尝试，敢于死，可到底。搞钱最怕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。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爱好、能力找好方向，然后立刻行动，不要轻易放弃，告诉自己起码坚持100天，走着走着也许就看到希望。9. 厉害的人往往都有税后收入，即睡觉的时候也有进账的收入。10. 做离钱最近的事，才更容易赚到钱，比如做生意、做销售。11. 当你看透了底层逻辑，很多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，投资自己的认知才是最好的投资。12. 增加收入渠道，兼职、副业等，既可以让你的收入多元化，帮助你减少对现有的工作依赖，也可以让自己多一份收入来源。13. 心明眼亮，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规则洞若观火，保持简单且活得幸福。多关注自己，该冷漠冷漠，不要同情心泛滥。14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只相信自己，
遇事内求，问问心。15. 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做什么，记住，财不外露，不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出来，更不必把自己的秘密公开，你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就行了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